我们本来都要结婚了，但是他却突然提了分手。从开始交往，他就对我提出各种要求，而且我必须做到。一旦我做不到，他就会对我发脾气，任性。他之前对我特别好，百依百顺。我知道我有一点小任性，可是他为什么说不结婚就不结婚，说分手就分手呢？我之前一直在忍让，但是我不可能永远这样吧。他们家说什么就是什么，既然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那还不如分手吧。原本都要结婚了，但是结婚之前，男生却突然不干了。这对情侣发生了怎样的矛盾呢？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他们，掌声有请。男主人公小虎28岁，来自湖南，是一名业务员；女主人公小兰27岁，来自湖南，是一名舞蹈老师。来，有请两位。还是那只密码箱，还是彼此并不知道的秘密？两位愿意在这个现场把这个秘密公开吗？愿意。今天为什么而来？因为本来我们定在了8月2号情人节那天去扯证七夕，结果呢？结果他那天突然反悔了，然后说要分手。这个婚还有必要结吗？发生什么事儿了？就在8月2号七夕节那天，我们不是都两边的家人都约好了要去扯证的嘛。然后到民政局那天人特别多，我们号也排好了。然后就在马上要等到我们的时候，他们家里跟他突然提出要在房产证上面加上他的名字，加上我的名字又怎么样了？否则他这个婚他就不结。他们家里反正就是想这个时候要扯证了，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就是这样来威胁我。怎么是威胁你呢？你说话可以不要那么难听吗？在之前我们订婚的时候也发生过一次这样的事情，对吧？什么事儿？订婚之前双方家长见了面，然后约定的这个彩金是10万，第二天要办订婚酒嘛，亲朋好友都请好了。头一天晚上他们家里提出来要加5万块钱，否则都不来参加这个订婚酒。这个事根本就不是他说的那样。主持人，你听我说，本来是那天之前说好了要结婚，然后爸爸妈妈见面，然后他们家张口就是说那个定金是10万。当时我爸爸妈妈也没有嫁过女儿，也不知道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然后就答应了。到后来我爸爸妈妈在亲戚面前说起这个事情，然后了解到我们那边亲戚朋友们都是15万，所以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再加5万块钱，让我爸爸妈妈在面子上也能够过得去。他们家完全就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家这个亲朋好友请好了，酒席定好了，第二天要办酒了，然后头一天晚上提出来，我们家如果不答应的话，那他们不来，就是让我们整个家里那就下不了台，对不对？你是不是会觉得说，每次在坑节儿的时候，对关键时刻的时候，他们家都会突然提要求或者加码，提要求来威胁我们啊？威胁那我们也不是跟我的家人。故意在那个时候说的，只是前一天突然说起这个事儿，然后第二天才会跟他讲的。但是你有没有跟他说过，说如果不加这5万，我们家人就不来吃喜酒？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但是我可能当时我跟他说话的语气可能也不太好，因为两个人吵到那个份上了，可能就双方呛起来了。那有没有跟他说过，说这个房产证上如果不加我的名字，我就不领证？这个我爸爸妈妈是这个意思。当天因为扯证的时候，爸爸妈妈也都去了，家长都去了。他之前就一直都是这样，只是说之前是对我在我面前比较任性，知道吧？你像最开始我们交往的时候，他一直都有这个吃夜宵的习惯。然后那我吃夜宵不都是你惯出来的吗？然后11、12点想吃个夜宵，这都是很正常。可是后面到了晚上3、4点钟，他如果醒来想要吃夜宵，要我去买，而且定点的2个店，口味虾跟蟹粥2个店相隔，我开车都要开20多分钟。他是个舞蹈老师嘛，然后每周都要到外面去上课。有一次他接的那个课程呢就比较远，这个是你好意思说呀？那天我的脚都磨破了，你好意思说？我们约定的是5点钟去接他。那天我其实是在外面谈业务，知道吧？那边客户那边的事情交代好了以后，我计划好的时间去接他，然后在路上呢有点堵车，他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等于说你要是按时到提前到的话，我能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吗？我完全是在我计划好的时间内去的，知道吧？结果10多分钟里面，他打了我7、8个电话，我一边接电话一边开车，我又分心了嘛，撞到别人的车了，责任在我这边，我压线了，知道吧？你肯定啊，你打电话也不对啊。后面我就处理交通事故去了嘛，没接他，他就自己打车回去的。那天我在楼下等你，顶着那么大的太阳，我都打不到车，我穿着高跟鞋走了半个多小时才打不到车，回到家我的脚都磨破了，第二天我怎么上课？教室里坐会儿好了，坐半个小时等等有什么呀？大家都下课了，大家都走了，我也就下了，因为以前每次下课的时候都是他提前到，
所以那天我也下来了。那人是不是可以有一些临时或者突发性的事情呢？可能当时太气了，也没想那么多。他对我送的一些什么东西或者买的什么东西啊，他都一点都不在乎。我不是有一次跟他去逛街，他就看中一条那个铂金项链，送给他以后，他也挺喜欢的。结果没过几天，他又问我：“你再送我一条一模一样的吧？”我妈妈那天看到我戴的那条项链，觉得也很漂亮，然后我就说是她送的，是男朋友送的。然后那时候不是也见了父母了吗？然后我妈妈那么喜欢我做女儿的，我肯定就把项链取下来，当时就送给她了。你妈妈喜欢的话，完全可以，我跟你一起再去买一条，送一条新的给你妈妈，那不更加体现我们两个人孝心吗？我也跟她说了，我说这是你送的呀，她也知道呀。我们从一开始，我跟你讲，主持人，他就是对我任性一点，这个东西我都可以忍。就是后面对我的家人，他也是耍性子。我们定的是8月份扯证，10月份办酒。订完婚以后，他在我们家里吃晚饭的时候就在那里讲，他说现在结婚了，就新房里面的这些床上用品嘛，喜庆一点的这些用品嘛，都必须得男方家里来准备。第二天，我爸爸妈妈老两口嘛，就到家门口那个市场上面去把那些红色的那些喜庆的一点的那些，你爸妈买的那些东西都根本就不能用。怎么就不能用了呢？床上用品、肌肤用的，而且是我们是新婚用，肯定得去买好一点的，肯定得去商场里面买呀。他爸爸妈妈就拎着那种塑料袋进来的，就在市场里面买的。那我肯定就不喜欢。我当时就跟他爸爸妈妈说了，这种东西不行呀，不干净呀。我父母亲当然没办法，还是跑到商场里面去买那种好的了。他说他的任性是你惯的，你同意吗？有些小任性啊，我承认，但是我也接受，知道吧？啊，但是有些事情你不要过分的这么去。你看那吃夜宵，以前最开始我们俩刚在一起的时候，他也吃夜宵呀。他说几点钟想吃，我也陪他一起去呀。又不是单单只是说我想吃。他就是这样的，一而再再而三，认为反正呢跟我提的要求都会答应，所以就是说他讲的话就跟圣旨一样。那他讲的话在你这儿现在是圣旨吗？现在都要结婚了，1年多的时间，你跟我出这么多事情，订婚也威胁我，结婚也威胁我。那我一想，那你怎么早没发现我的缺点呢？那你怎么之前都一直能接受呢？之前你不就对我耍一点性子吗？你慢慢的就是说发展到威胁家里人，这个婚我是不想结了。那你想结吗？我肯定想呀，因为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一直他都对我很好。之前他也没有抱怨过说什么我这不好那不好的。之前他也对我挺好的，而且我上课下课呀，就是他也知道我很辛苦，他也每次都会接我。事情老师们已经听得挺清楚了啊。相信你们能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进入丘比特问卷。爱情本来很干净的，但如果里面掺杂了太多的算计，就不称之为爱情。明天要订婚了，今天突然说要加钱，马上要领结婚证了，突然说要加名字，你真把我当爱人吗？我也只是那天跟他说了这个事儿。别解释。凑巧1次可以，凑巧2次，订婚结婚这么关键的时候凑这个巧，你信吗？但是我爸爸妈妈也没必要去威胁他呀。不是威胁，爸妈肯定是为了你好，但是他们也许把订婚结婚这事儿跟钱绑得太紧了。房本上没有你的名字，你们俩就不幸福吗？不加那5万块钱，这婚就不能定吗？怎么女儿养这么大就值这5万块钱和1半的房产呢？不丢人吗？你爸妈没来，我也没见到他们，我不能揣测，但我起码说一点，你作为2人世界中的一方，没做好自己的本分，起码没有阻止这种无理的需求。我知道我可能我不希望你是内心真的也是这么想，我应得的，我管你要你就必须给，就像你让他买夜宵他必须买一样。懂不懂得心疼对方，知道不知道将来日子是2个人的，没准还有第3、第4、第5次呢。怀孩子怎么说？坐月子怎么说？当然我愿意相信不是故意的，所以简单说一句，如果房本上不加名字，婚结不结呀？我肯定想跟他在一起啊。这我知道，房本不写名字，婚能结吗？姑娘，你别那么难过，我跟你说，你不能把感情当信用卡的信用刷爆了。你可以亏欠一点，慢慢还没关系，但是要付利息。你不能把这张卡刷没了，搞得在爱情里的信用都没了，那就什么都没了。我相信一开始2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都是100%的对对方，所以他才会去包容你很多东西，你也会陪着他去做很多事情。时间长了之后，你可能就会松懈掉一个劲儿。
他也会没有那么在意一些问题。那可能他在处理一些问题上的事情的时候，哎，突然一下你会觉得，哎，你为什么不像以前那样子对我？你会把一些事情就放大了。放大之后，你反过来就会做出一些事情让他觉得心寒，等于一点一点那点积攒的那点好就一点一点消磨而尽了。我们家真不是在乎这些东西，因为我们家条件也不差，只是我爸爸妈妈可能也是想看到他的一份心意。我特别能理解，因为我也是女生，今后我如果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爸妈势必也站在我的立场，对吧？只是咱说句不好听的，那时间点真的太寸了，你难怪让人家有另外的一些想法。有的时候你站在他那个角度去考虑，你也别老说人家任性，有些事情是不是你惯的？有一些事情就算你今后不想去那么做的时候，你可以有其他的方式去跟他商量，那事情不会弄得那么僵，并不非得是针尖对麦芒。得学会这个相处之道，真的是这样啊。这个男孩是不是一直以来非常宠着你？情侣之间，一个哄啊，一个逗啊，甚至一个呼之即来，然后那边肯定是有求必应，这是一种甜蜜的默契。但是小两口之间的这种任性，绝不能在双方父母间呈现。你让双方父母心里怎么想？而作为男方，突然让自己的父母置于了这种的境地，他心里是非常非常难受的。他一定会怪罪于你。聪明的女人是知道把握分寸的，有些话可以跟他说，有些话一定不能跟他的父母说，有些事情让他知道，有些事情一定是不能让他的父母知道的。我看到资料上有写，其实开始你对他的父母其实很礼貌的，但是你就把自己的任性无限的放大，好像他们全家都要承受你的任性一样。所以这件事情摆到现在这个地步了，所以你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呢？去跟他的父母道歉，至少要解释清楚你是怎么想的，然后再和男方敞开心扉去聊，处理好父母的关系，其实就是推开你们俩继续走的那扇门。说3点，第一，任何那种临时加价的行为，多半是觉得自己不值这个价。我倒认为要挟虽然可恶，但这种不自信是显而易见的。第二，其实刚才说的有些台本里面没有说，刚说那个项链的事儿，好像不止1条，有2条是吧？一条是给了你妈，她给你买了1条，你又给了你表妹，然后她再给你买了1条。虽然说孝敬母亲是正确的，但正如他所说，买一根再送给母亲没关系，但那毕竟是他送给你的，意义不一样。更何况你还又拿一根又给自己表妹，表妹算老几啊？他娶了你，不是娶了你全家，对不对啊？说完了2点不好的，说第3点对你最有帮助的。爱一个人是要会去心疼别人，我看不到你对他的心疼。爱得越深，一个人身上的那种父性或者是母性便会慢慢的掺杂进来。但你不像，我不觉得你是爱，你可能顶多是喜欢，停留在感官上。但凡是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有2种需要，就是疼人和被人疼。如果说一段情侣或者一对夫妻之间，被人疼和疼人这2种感受不能从对方身上得到，这就一定潜藏着危机。你不要以为你爱上了一个好像只会疼人而不需要被人疼的一个像你父亲那样的人物，那你就错了。没有一个人骨子里面不是希望被人疼爱的。会疼人吗？说说给我听一下，怎么疼一个男人？以后肯定会在他工作上多理解他，工作上理解他。还有呢？在他父母面前，我肯定也不会那么任性了。我告诉你，其实疼一个人很简单，疼一个人的一些方式就是做一些没有必要的事儿。比如说，你饿不饿啊？其实他已经吃饱了。你冷不冷啊？其实他并不冷，但是你心里担心。或者莫名其妙的你会想，如果他要是哪天死掉了我怎么办？就想些这些没用的事儿，在旁人看来一点意义都没有的事儿，但是你内心就会不自觉的去想，他好不好，高不高兴，冷不冷，饿不饿，这是发自于本能的。但是我看不到你对他有这种心疼的感觉。人家开个车拼命打电话也不顾他的安危，大老远的给你买趟粥，你不问他买的辛苦不辛苦，你只说我不喜欢吃，你骨子里面根本没有心疼人，也不懂得如何去心疼人，这是很可怕的。一个再漂亮的女孩子不懂得去心疼一个人，她是不可爱的。如果你想要跟她好好过，请你像她疼你一样的去疼爱她，因为爱是相互的。人的生存的基本原则就是
不要把自己太当人看，也不要太把别人不当人。这个其实他这个问题现在挺普遍的，彩礼问题、写房本的问题，不是感情不到，大概都是家里面的父母都有一些替自己的想法。女生家的想法是，他们要离了婚了，这上面写了我闺女的名字，好歹落半套房是吧？男生家父母的想法是，哎呦，他们这个要是离了婚了，写了这姑娘的名字，我们家就损失一大部分财产是吧？我就不知道这些父母怎么想的，你们干嘛就不盼你们孩子好呢？你们怎么就没想着他们俩踏踏实实的过一辈子呢？我话只能说到这儿，因为如果真的有爱的话，写谁的名字不就那么回事儿吗？我觉得恋爱当中最重要的就是相互的喜欢，其他都是身外之物，你们自己去看吧。来，一起进入黄金60秒。发生这些事情，不管评委老师怎么说，但是我想告诉你，我一直都是喜欢你的，爱着你的，我不会因为那些房子、那些钱而跟你分开。我真的只是想看你的态度，但是到现在你给我的态度让我心里很不踏实。我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说，你在我面前任性完以后，你还在我的家人，在他们面前去任性耍脾气，知道吧？因为之前那次订婚，我就已经是忍无可忍了，我发誓对自己发誓，再不会有第二次了。可是，在扯结婚证的时候，你还提出一些那样的要求，知道吧？你这种事情，你可以早一点跟我沟通，不需要当着我父母亲的面。其实你对我任性的话，我都能够接受的。两位交换秘密吧。谢谢两位哈，请回。哎，请把门关上，请现场的观众朋友拿起手里的表决器。你们看好这一对吗？看好请选择赞成，不看好请选择反对。来，请选择。56%的观众朋友是看好的，看看这一对年轻人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吧。5、4、3、2、1，请开门。就是爱你爱你，如笔也细腻腻，平淡也有了意义。就是爱你爱你。男人就应该这样。我和父母商量过，在咱们婚后以咱俩的名义买套房子。其实我们家在乎的不是房子，不是钱，只是不能容忍你们的威胁的态度。珍惜吧。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把戒指给叔叔。哎，谢谢，谢谢你们，请回。感谢杰利亚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套装礼盒。当你把这个礼盒送给你心爱的人的时候，希望你发自内心的说，爱要有你才完美。知生活想人生，感谢科沃斯机器人提供的价值2580元的擦窗机器人窗宝730一台。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男生浪漫的求婚时刻。亲爱的，其实我心里一直都是有你，以前你的任性我都惯着，以后你的任性我还是会惯着，只希望你不要在父母亲面前耍性子，好不好？嫁给我好不好？珍惜啊，珍惜啊，互相珍惜好吗？祝你们幸福，谢谢你们的到来，请回去。